不是你没能力，是你还在循环旧信念。我们常常在失败之后，对自己下定论：我做不到，我不够好，我没有能力。这些话在心里不断重复，久而久之，你开始相信它们是真实的，你把它们当成自我定义的一部分，甚至忘了它们原本只是声音，只是你心里某个角落的回音。但真相是，你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你被旧的信念困住。那些信念像一张无形的网，牢牢罩住你的思维，让你看不见自己的可能，让你一次又一次重演同样的剧本，直到你误以为那就是命运。信念是什么？信念是你对自己、对世界的深层认知。它们通常不是你刻意选择的，而是从小到大环境灌输的。父母的语言、老师的眼神、社会的标准，一次又一次地在你心里留下印记，最后变成一种自动化的声音，在你每一次尝试的时候冒出来，提醒你你不行，提醒你不要冒险，提醒你别丢脸。你以为那是理性，其实那只是旧信念在保护自己。因为潜意识最害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不同。任何新的选择都会被视为危险，所以旧信念会不断循环，把你拉回熟悉的范围，让你留在看似安全却让你窒息的地方。于是，当你想要展现能力时，信念告诉你你不够；当你想要追求梦想时，信念告诉你别妄想；当你想要接受爱时，信念告诉你你不值得。这些声音看似真实，但它们从来不是真相，它们只是过去留下的残影，却因为被反复播放，让你以为自己真的没有能力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，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当你相信某件事，你会在潜意识里采取符合它的行为，最后证明它是真的。如果你相信自己没有能力，你就会退缩，你就不敢尝试，你就放弃努力。最后的结果正好印证了我不行的信念，于是循环不断，直到你完全忘了，其实一切都是信念在操控，而不是能力的问题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会根据惯性来建立思维通路。你越常想我不行，这条神经连结就越强化，直到成为你反射性的反应。而要打破这个循环，你需要刻意建立新的连结。当旧信念冒出来时，你选择新的想法去取代；当旧信念想要主导时，你提醒自己这只是旧的模式。一次又一次，新的路径才会逐渐成型。显化的法则也在提醒你，你所相信的会决定你所吸引的。当你相信自己不行，你就会散发出匮乏与不安的频率，宇宙自然会回应相同的震动。但当你选择新的信念，我正在学习，我有能力一步一步做到，我值得拥有我想要的，你会散发出不同的频率，新的经验就会逐渐被吸引进来。请记得，你不是没有能力，你只是被旧的信念绑住。那些信念或许曾经保护过你，让你在某些时刻避免受伤，但如今，
它们却成了阻碍你前进的枷锁。你要做的不是和它们对抗，而是去觉察它们，然后温柔地告诉自己，我现在可以选择新的信念。当你愿意这样做，你会发现能力从来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被掩盖，就像太阳永远在云层后方，云散去，光就会照耀出来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听见心里那个声音说你不行，请不要急着相信，先停下来问自己，这真的是事实吗？还是只是旧信念的重播？当你敢于提出这个问题，你已经开始松动那张网，你已经在给自己新的空间。新的信念会带来新的行为，新的行为会带来新的结果，新的结果会再次强化新的信念，这才是真正的正向循环。而你要做的，就是在那个最初的时刻，选择相信自己，不是你没能力，是你还在循环旧信念。而当你愿意跳脱这个循环，你会发现，你一直以为遥不可及的可能，其实早就存在于你心里。对抗现状，只会拉远你与愿望的距离。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，看着自己的人生，满是焦虑与不满，你告诉自己，我不要再这样了，我必须快点逃离这种状态。于是你开始拼命努力，开始用尽一切方式改变，却在过程中感到越来越累，越来越挫败，好像不管怎么做，愿望依然遥不可及。这并不是因为你的愿望太大，也不是因为你不值得，而是因为你陷入了对抗。你把现状视为敌人，于是你全身心的能量都在和现状搏斗，而不是在对齐你真正想要的状态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能量会回应能量。当你专注于不要这样，宇宙听见的不是我要更好，而是这样。于是现状就被不断强化。你越想挣脱，越感觉自己被紧紧困住，就像陷入流沙。你拼命挣扎，只会陷得更深。心理学上有个名词，叫做反弹效应。当你刻意压抑或抗拒一个念头，它反而会更强烈的出现。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要焦虑，焦虑就越缠住你。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能失败，失败的影像就越清晰。这种对抗其实是让能量紧缩的来源，它不但没有帮助你前进，还拉远了你与愿望的距离。真正的转变不是通过对抗，而是通过接纳。接纳不等于妥协，接纳是不再和当下打仗。当你停止和现状对抗，你才能把能量从抗拒转移到创造，才能在平静里看见新的可能。想象一片湖水，如果你不停拍打它，水面只会更加混乱，倒影变得模糊。但当你停止动作，湖面自然平静，倒影也变得清晰。你的愿望就是那个倒影，而接纳就是让水面恢复清澈的方式。很多人误解了积极，以为积极就是拼命抗拒现状，努力逃离不想要的。但真正的积极是一种柔软，是一种选择把注意力转向想要的方向，哪怕当下的现实还不完美。
你依然可以把能量放在我正在靠近，而不是我必须逃离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显示，当我们专注在某个对象时，大脑的神经网络会被强化。如果你总是专注在不想要的现实，这条神经通路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，直到它成为你的习惯性思维。反之，当你有意识地专注在想要的体验，新的神经通路就会逐渐成型，你大脑的自动模式也会开始倾向于新的方向，而这就是改变现实的神经基础。所以，你不需要再跟现状对抗，你需要做的是把焦点移开，转向你想要的感受。如果你想要爱，请先在自己心里培养温柔与连结。如果你想要丰盛，请先允许自己感受当下已有的支持。如果你想要自由，请先让呼吸带你回到松开的状态。因为愿望的核心不是在未来，而是在此刻的频率。当你能够接纳当下，你就不再被现状束缚，你就能把注意力交给创造，而创造的能量会自然而然拉近你与愿望的距离。不是因为外在立刻改变，而是因为你内在已经对齐。宇宙从来不会透过对抗带来奇迹，它只会透过一致的能量，把你渴望的回应呈现给你。所以当你感觉停滞，感觉努力没有成果，请不要再用力对抗，请尝试放下，让心回到柔软，让自己先活出愿望的频率，而不是死守我要逃离的紧缩。对抗现状只会拉远你与愿望的距离，但当你选择接纳，选择在此刻对其想要的感受，新的道路就会展开，新的可能就会靠近，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愿望不再遥远，它一直都在等你，等你停止对抗，转身迎接，拒绝麻木，才开始真正创造。有多少时候，你明明还在呼吸，却觉得自己像在一场重复的梦里，每天睁开眼，做着相同的事，面对相同的人，说着差不多的话，心里却没有任何火花，没有任何流动，好像生命只是被推着往前走，而不是你自己在创造。这就是麻木，它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是长期压抑情绪，忽略感受，习惯隐忍的结果。你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再忍一下就好，别想太多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真的不再想，不再感觉，不再对任何事产生回应。麻木让你暂时感觉安全，因为没有感受，就没有痛苦，没有期待，就不会失望，没有心跳加速的冒险，就不会面对失败。于是你把自己藏在这层厚厚的保护壳里，却也同时把自己隔绝在生命之外。真正的危险不在痛苦，而在麻木。因为痛苦至少提醒你，你还有感觉，麻木却让你失去和自己灵魂的连结，让你忘了自己原本是可以创造的存在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麻木是一种防卫。当情绪过于强烈，而我们又无法处理时，大脑会自动切断感受，让我们进入一种解离的状态。这是生存本能，
却不是长久之计。因为当你持续切断感受，你同时也切断了快乐、热情、爱与创意的来源。拒绝麻木，就是允许自己重新感受，哪怕那是不舒服的感受，哪怕那意味着你必须面对压抑已久的痛苦。但只有当你允许情绪流动，你才会重新找回生命的活力，才会再次感受到内心的渴望。很多人问，我要怎么开始创造新的现实？答案不是找到完美的方法，答案是回到感受，因为感受就是能量的语言。宇宙并不回应你的理性计算，宇宙回应的是你此刻正在发出的频率，而那个频率来自你允许自己真实的感受。如果你感觉到悲伤，不要急着压抑，去允许自己哭泣，因为泪水会带走堵塞的能量。如果你感觉到愤怒，不要急着掩盖，去允许自己承认，因为愤怒往往隐藏着被忽略的需求。如果你感觉到孤单，不要急着装坚强，去允许自己渴望连结，因为渴望本身就是生命想要靠近爱的讯号。当你拒绝麻木，你就重新打开与灵魂的连线，你会开始听见内心更深的声音。我想要什么？什么能让我真正快乐？什么其实已经不适合我？这些声音会引领你走向创造的方向。神经科学的研究指出，当我们允许情绪被完整经验，大脑会重新组织神经网络，让我们从旧的反应模式里解放。而这种更新就是创造力的源泉，因为创造从来不是照本宣科，创造来自于你允许自己体验生命的丰富，然后把这份能量转化为新的可能。麻木让你留在生存模式，拒绝麻木才会让你启动创造模式。因为创造需要活力，需要流动，需要一个敢于真实感受的你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你想要显化什么，你必须先在能量上对齐。如果你麻木，你发出的能量就是空白与停滞，宇宙无法回应。但当你允许自己重新感受，无论是喜悦还是痛苦，你都在发出一种真实的频率，而宇宙回应的永远是真实。所以，请不要再告诉自己没事，当你其实有事。请不要再告诉自己我不在乎，当你其实很在乎。请不要再告诉自己我什么都可以，当你其实渴望更多。这些不诚实的话语只会让麻木越来越厚，让你离真正的创造越来越远。拒绝麻木不代表你要每天高昂，充满激情。拒绝麻木只是意味着你愿意对自己诚实，愿意真实的去活每一刻，哪怕那一刻是平静，哪怕那一刻是悲伤，哪怕那一刻是挣扎。因为真实的感受才是创造的起点。当你允许自己重新感受，你会发现灵感重新涌现，渴望重新点燃，宇宙的回应也会变得明显。因为你不再只是生存，你在真正的生活，你在真正的创造。拒绝麻木，才开始真正创造。因为只有当你全然活着，你才有力量去改写自己的现实。停止过度分析，才能重新连上直觉。你有没有发现，
当你面临一个重要选择时，脑海里的声音会变得特别吵杂，各种可能的结果，各种利弊的推算，各种如果就会的假设，像是一张不断延伸的网，把你困在其中。你以为自己在谨慎，在小心翼翼地做出最好的决定，但最后，你却往往感到更焦虑、更迟疑，甚至完全无法行动。这就是过度分析，它让你失去和直觉的连结，让你把力量交给恐惧，而不是交给内心真正的智慧。直觉不是模糊的幻想，直觉是一种深层的认知，是你在潜意识里整合过去经验、感受与智慧后的自然流动。它往往出现得很快，是一种心理的就是这样，是一个没有复杂理由却很真实的感受。但当你习惯过度分析，你就会立刻用理性把它淹没。这样太冒险，我没有把握。如果失败怎么办？于是直觉的低语消失在理性的喧嚣里。心理学研究指出，过度分析会引发决策瘫痪。你花越多时间在思考，脑中累积的变数就越多，焦虑也随之上升，最后反而让你失去判断的清晰。而真正的关键，从来不是掌握所有资讯，而是能不能在有限的资讯下，信任自己的选择。直觉是大脑与身体共同运作的结果。当你感到某个方向对的时候，其实是你的神经系统在快速比对所有潜在的讯号，再以感觉的形式提醒你，这是值得的，或者这是危险的。只是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依赖逻辑，要用理性压过感受，所以我们忘了，直觉才是最贴近生命节奏的智慧。停止过度分析，不是要你放弃思考，而是要你给直觉留一个位置。当你感觉自己陷入无止境的推算时，请停下来，深呼吸，把焦点拉回身体，问问自己，当我想到这个选择时，我的心是收缩还是打开？收缩往往意味着恐惧或不合适，打开则意味着契合与流动。这就是直觉最单纯的回应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能量频率会吸引相应的结果。过度分析常常来自于恐惧与匮乏，于是你发出的频率就是怀疑与不安。宇宙也只会回应相同的能量，让你吸引来更多的阻碍与困惑。但当你愿意停下来听见直觉，你的频率会转向清晰与信任，宇宙就会以各种方式支持你，把更顺畅的路径呈现出来。或许你会问，那如果我跟着直觉走，结果却不如预期怎么办？请记得，直觉不是保证你永远不会失败，直觉只是带你走上最符合灵魂成长的路。有些看似错误的结果，其实是生命为了让你学会某个课题而安排的必经之路。所以即便跌倒，你依然在对的方向上，因为你忠实地跟随了内心。神经科学也显示，当我们信任直觉，大脑会启动预设模式网路，这是一个与创造力、灵感紧密相关的系统，它能帮助我们找到超越逻辑的新解法。这意味着，直觉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冲动，它还是开启创造性解决方案的钥匙。
停止过度分析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信任。信任即使没有完美答案，你也有能力去承担。信任即使结果不确定，你也能在过程里找到方向。信任即使前方有挑战，你也会拥有面对它的力量。这份信任就是直觉的土壤。所以，当你下一次陷入无止境的思考时，请不要急着再找更多资讯，请不要急着列出更多可能性，请先安静下来，问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分析，我心里最真实的答案是什么？那个答案或许很微弱，或许没有明确的理由，但它会让你感到平静，感到踏实，感到好像有一股温柔的力量在支持你。那就是直觉。停止过度分析，才能重新连上直觉。而当你与直觉重新连结，你会发现生命变得流动，选择变得清晰，愿望也会更快的显化，因为你终于不再和自己对抗，而是开始与自己合作。不是运气不好，是频率一直没调整。多少次，你看着别人的人生，觉得他们总是有好运气，升迁的机会轻而易举地落到他们手里，爱情总是能自然而然地流入他们的生活，金钱、资源、贵人，好像都会在对的时间自动出现。而你呢？你努力了这么久，却总是差一步。你告诉自己，我就是运气不好，我的命运就是这样，然后一次又一次在自责与无力中循环。但真相是，不是你运气不好，而是你的频率一直没有调整。宇宙从来不偏爱谁，它只是回应每个人所发出的震动。当你散发出什么样的能量，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结果。这不是命运，这是法则。所谓的坏运气，其实是你在无意识里持续发出低频的讯号，也许是长期的匮乏感，也许是深层的自我怀疑，也许是对世界的不信任。这些震动像一个隐形的磁场，让相同频率的事件与人一再靠近你。于是你说我很倒霉，却没有看见，那只是你内在频率的投射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人类有一种选择性注意。当你相信某件事，你会下意识地只看见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。如果你相信自己运气不好，你就会忽略那些其实支持你的小幸运，专注在那些失败或不顺的时刻。于是你的大脑强化了这个认知，让它变得越来越真实。最后，你真的活在坏运气的现实里，但频率不同，现实就会不同。当你开始调整内在，开始选择对齐一种新的能量，你会发现，事情不知不觉地变得顺畅。你会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，你会在看似偶然的机会里接住那个最合适的资源。这并不是奇迹，而是频率改变后的自然结果。神经科学也支持这样的观点。当我们有意识地专注在感恩、喜悦、希望，大脑的神经回路会重新连结，释放出让我们更有创意与行动力的化学物质。这些新的状态会让我们更容易看见机会，抓住机会，而这就是好运气的真相。
想象你的频率就像一个电台，你调在哪一个频道，你就只能收到相应的音乐。如果你总是调在抱怨的频道，你收到的就只会是干扰与噪音。但如果你调整到感恩的频道，你就会听见和谐与旋律。这就是频率的力量。所以，当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时，请不要再责怪命运，请不要再比较他人，请先回到自己心里，问问自己，我最近的能量状态是什么？我是否一直停留在恐惧、焦虑、匮乏里？我是否愿意开始选择新的感受？因为那才是影响你现实的真正关键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愿望的显化不是靠努力挣扎，而是靠频率的调整。你想要爱，你就先成为爱的频率；你想要丰盛，你就先调整到丰盛的感受；你想要自由，你就先让心灵感受到自由的空气。当你的频率改变，外在的现实也会随之回应。请记得，运气不过是能量对齐后的结果。没有谁天生注定好运，也没有谁永远背负坏运。只有愿不愿意调整的人，与选择停留的人。不是你没被宇宙眷顾，不是你注定不幸，只是你忘了自己有能力转动频率的旋钮。你可以选择把注意力从匮乏转向丰盛，你可以选择把能量从恐惧转向信任，你可以选择把焦点从抱怨转向感恩。而这些选择会一点一滴让你的现实变得不一样。不是运气不好，是频率一直没调整。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停止抱怨，停止比较，开始专注在能量的转化，因为你知道，那才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